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昨天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的进展，全球的风险偏好情绪大幅飙升，而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出现了抛售。而这一波抛售会继续延续下去吗？而相对于它的小弟白银，昨天走势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在未来这周，黄金走势、白银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今天我就从技术图表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黄金的长线的图表，这是月线图。整体月线图黄金上涨的动能是没有改变的，最主要是上2个月从3000或者说从2850这个位置一下子快速飙升至3500这个历史高位，涨得有点太快了。大家看到从2024年3月份开始，从2100开始往上涨，过去的这2个月涨势是最迅速最快的，市场是需要一定的休息的时间。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长线而言，黄金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宽频的震荡的行情，就像之前连续涨了5个月6个月上来，然后呢出现2个月的震荡，而之前的这一波震荡围绕着20年到24年就更宽了，围绕着1400到2000之间。任何的涨势出现一段时间3到4个月4到5个月之后都会进入到震荡，而现在已经连续涨了1、2、3、4个月，所以进入到震荡行情没有什么奇怪的。而长线的走势，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长线黄金的走势依然是看涨的。主要原因也有很多了，因为黄金毕竟是一个硬通货，或者说你在地球上的储量是有限的，而黄金的价格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如果大家把历史拉得长一些的话，好像过去的100年美元是在持续贬值的，所有的法币在长时间的一个看法都是会持续的贬值，而黄金的储量又是有限的，也就是说黄金的价值本身是不变的。那这样的话，法币贬值，那黄金价格在长线来说还是要继续看涨的，这个是基本面的一个看法。而技术面同样，黄金这波涨势没有改变。而进入到周线图，我们看到的是过去1、2、3、4，包括这个星期5个星期都已经在震荡了，而震荡的一个区间也显示在日线图当中非常明显，底部是3200，顶部是在3500。现在昨天所谓的一个坏新闻吧，这个坏新闻就看怎么看了。对于黄金来说是坏新闻，因为避险需求降低了，但是对于美股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坏新闻出来之后呢，黄金价格确实往下降了，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这一波跌势要继续往下，那我们看到的是它今天必须往下破掉3200，才有可能延续这一波跌势。如果今天价格黄金不能够强势跌破3200，相反在这里站稳了，或者说未来几天都能够确定3200美元是一个支持位，这就证明很多大机构就利用一个所谓的坏新闻在下方逢低买入，因为长线没有改变。而至于这个震荡行情会有多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但是可能会未来的1到2个月，因为现在的话也是进入到了一个5月份，那6、7、8这3个月呢是北半球的暑假。那暑假的话，一般行情呢都会波动性会减小，而且呢会慢，再加上前2个月已经动得很多了，那北半球要放暑假就要休息了，基金经理他们要去休息，所以进入震荡行情是我对未来的几个月的长线的一个判断。而短线而言，未来这1到2个星期就是围绕着3200到3500之间震荡，只要未来这1到2天在这个位置站稳，那可以考虑去做多。当然不排除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今天明天再次强势跌破了3200，下方的目标价位置直接来到3000整数关口，所以就围绕着这几条线，3000、3200、3500将是未来黄金围绕的重要的价格的主轴线，就是这3条线，我们就看它是在上面呢还是在下面
在3200上方可以考虑买入，在3200下方就可以考虑做空，直到3000整数关口。这个就是黄金的潜在未来这一段时间的走势，我个人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小弟白银是怎么样的。而白银的走势的话，长线而言，先看它的月线。同样，上一个月我们看到明显的在低位一度跌到28美元，出现强势的反弹。所以这个长影线下方的这个长影线，其实就证明了很多大机构其实在下方是在买入白银的，因为他们做机构不像我们做一些短线，他们更偏向是一些长线的一些投资这种情况，所以他在上一个月这么大力度的买入白银，他不会说这个月就消失掉，这些人不会的。所以长线白银我也是继续看涨，当然它涨势可能没有黄金来的这么快，因为它上方的阻力位 34.60 或者说35美元它还没有往上破，但是长线的涨势在月线图是已经形成了，而且上一个月这么明显的低位大幅反弹的出现，也就意味着长线白银继续往上走。而看到它的周线的话，我们看到围绕着32美元，在过去4个星期价格已经连续是站稳了，这个星期也一度碰到了32，出现反弹。所以短线一点的周线图来看，白银现在是进入到围绕着32美元到上方 34.50 美元这两条线之间出现震荡的行情为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吧，对这些重要的经济事件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事件出来之后，我不会着急去做交易，我会等华尔街这一天结束之后，最终市场的表现是不是符合新闻的走向。那像昨天对于美股来说，利好的新闻，美股走向那是符合新闻的走向的，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的就是走势跟新闻是刚好出现反方向的，也就证明了华尔街对这个所谓的利好或者利空的新闻是一个另一方的解读。我们是作为零售投资者，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些内幕，但是华尔街他们是有办法知道内幕的，所以我们只能是尝试从图表当中看一下能不能读懂这些大鳄基金大佬们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昨天所谓的利空黄金白银的新闻，但最终很明显一度跌破32之后强势反弹，证明很多人利用这个所谓的坏新闻，在低位32左右开始买进白银。所以围绕着白银32到 34.50 这个震荡行情应该是会延续，所以未来白银应该还是会缓慢从这个位置 32.60 到33之间缓慢上涨到 34.50， 至少在未来一个星期还是很大概率的事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如何看待中美贸易的谈判的结果，而我会怎么看待这些重要新闻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吧，希望可以帮到大家。那如果大家同样对黄金白银这方面的数据分析，尤其是世界黄金协会或者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报告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以后有新的视频出来了你就不会错过了。好，我们下期再见。